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35年人生，留下了35个成语，1年1个，老天爷写剧本都没这么工整。他能忍胯下之辱，却躲不过中士之祸；他能统帅100万雄兵，却算不准帝王心术。从到处蹭饭的穷小子，到权倾天下的大将军；从人人嘲笑的落魄少年，到让项羽都寝食难安的兵仙。他像是老天爷故意写出来的人物，可最后这个替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的人，却死在长乐宫中室，只有35岁。很多年后再看韩信的一生，你会发现有些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今天我就用他的35个成语，把他这一辈子的因果讲透。听完你告诉我，韩信到底是死于帝王心术，还是死于自己的执念？韩信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是他志与众义，志向不同于平常人。他母亲去世了，本来就没钱安葬，可他偏偏还是要找一块又高又宽敞的坟地，为的是将来封王拜相之后迁过来1万户人家为他母亲守墓。这心气是不是很高？翻译成今天的话，一个月薪只有3000的人，非要办一场30万元的葬礼。不是因为你有多孝顺，是你心里有一个声音，我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这就是韩信一辈子最深的执念。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执念怎么成就了他，又怎么杀了他。韩信平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没什么养活自己的本事，就到处蹭饭吃。有一回他在下乡南昌亭长家，一连白吃白喝了好几个月。亭长不好意思说什么，亭长的老婆忍无可忍了，他一早把饭做好，家里人还没起床，就把饭端床上提前吃了，这叫晨炊入食。等韩信像往常一样过去，锅是空的。他当然知道，这是明摆着告诉他，我们不想再伺候你了，你该走了。韩信愤然离去，没饭吃了，他就去河边钓鱼，饿得不行。多亏也在河边漂洗麻线的一位阿姨，连续10几天把自己的饭让给他吃。后来韩信做了楚王，找到下乡南昌亭长，斥责他，你这个人为德不足，意思是你这个人为什么不把好事做到底呢？然后找到那个给他饭吃的阿姨，给了他黄金1000斤，这就是一饭1000斤。朋友们，你注意到没有？亭长给他好几个月的饭，就因为一顿没留，他痛骂亭长，证明自己没做错什么。阿姨给他10几天的饭，他回赠1000斤，证明自己懂得感恩。他执着于证明自己，韩信这一生的悲剧根源从这一刻就埋下了。但即便饭都吃不起，他每次出门身上都要佩戴着宝剑，一副贵族子弟的形象。当地有个屠夫看不惯他，挑衅说，韩信，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不怕死就刺我一剑，你要是怕死就从我这胯下爬过去。韩信手握剑柄，心想，如果杀了他，自己也活不了，恐怕今后的远大抱负就难以实现了。想到这里，什么都没说，从屠夫胯下爬了过去。这就是胯下之辱。韩信把剑收回去的那一刻，他已经赢了。真正的勇气不是跟烂人同归于尽，而是为了更远的路先把脸放下来。从此他就憋着一口气，他需要机会向人们证明自己不是懦夫，证明自己一定能封王拜相，成为受人仰视的大人物。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韩信听说后，发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仗剑从之，投奔项羽的义军。但并不被看中，只是做了一名卫士。他给项羽出主意，项羽根本不听。韩信感到在项羽这里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就投奔到了汉王刘邦军中。在汉军里，他还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好不容易做了一个管军粮的小官。别人管粮仓只是看仓库，韩信管粮仓却在想，怎么让整个汉军的粮草永远不会发霉变质。
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粮仓开设前后2个门，新粮从前门运进去，陈粮从后门推出来，这样粮食周转起来就不再容易发霉变质。这就是成语推陈出新的出处。你看，真正厉害的人，不论放在什么位置，也压不住他的能力。这件事引起了萧何对韩信的注意。经过几次交谈，萧何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可是，一直坐管军粮的小官，什么时候才能封王拜相，有出头之日呀？韩信大失所望，想换一家公司，重新寻找机会。这就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追回来以后，萧何跟刘邦说：“韩信国士无双，你要想得到天下，非韩信不可。”刘邦听了萧何的话，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后人把这个拜将仪式演绎出了筑坛拜将的成语。从此，韩信开启了他在秦汉时代的军事生涯。注意，这里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刘邦的胸怀有多大。他是先封了韩信做大将军，然后才坐下来听韩信对天下格局的看法。换成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先给他一个副总的职位，然后再听他讲企业发展计划，你做得到吗？这就是刘邦能得天下的原因之一。韩信告诉刘邦，项羽的为人，当他震怒咆哮的时候，吓得千百人都不敢稍动，但这只是匹夫之勇。他待人恭敬慈爱，却又吝啬犹豫，这是妇人之仁。换成今天的话，你对公司的发展功不可没，老板一说起来对你感激涕零，但年底该给你涨工资的时候，他犹豫了，该给你分期权的时候，他舍不得。这就是妇人之仁。小恩养不出死士，大赏才能聚人心。这是韩信一眼看穿的项羽的命门。韩信告诉刘邦，要打开眼下的局面，必须占领关中。你只要进入关中，三秦大地即可传檄而定。也就是说，不用出兵，只要用一纸文书，就可以降服敌方，安定局势。刘邦听得热血沸腾，后悔没有早一点重用韩信。刘邦发兵关中，这时候韩信献上一计，表面上派樊哙领兵重修他们当年烧掉的栈道，以迷惑敌人，这是明修栈道。暗地里，刘邦和韩信率领主力，抄小路去占领通往关中平原的咽喉要道陈仓，这叫暗度陈仓。汉军出陈仓，一举平定了三秦。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今天，我们还在用这个成语形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传说韩信在率军去陈仓的路上迷了路，遇到一个樵夫，问路之后，怕樵夫泄露大军行踪，竟然杀了樵夫。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问路斩樵。这个故事正史没有记载，但民间一直流传。为什么？因为这太像韩信了，为了远大的目标，可以毫不手软地牺牲眼前的人。这种性格最后也会反噬他自己。韩信和张耳进军赵国，井陉口之战，韩信派1万军队故意背靠河水列阵，设下诱饵，双方展开激战。汉军假意战败，退回水边的阵地，这就是背水一战。背水布阵乃兵家大忌。赵军一看汉军背水布阵，全都笑得肚子疼，嘲笑汉军自找死路，顿时放松警惕，倾巢而出，追击汉军。这时候，韩信用提前派出的2000轻骑，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把赵军的旗帜全换上汉军的旗号，拔旗易帜。赵军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地上全都是汉军旗帜，军队一下子就溃散了。最后，赵国20万大军被消灭。这里我要敲个黑板，背水一战是韩信的一个计谋，它的本质是战术欺骗。要不然，
韩信怎么会被称为兵仙呢？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之后的2000年里，很多人只讲背水一战的字面意思，不看韩信当时系统的操作手段，以为只要把人放在没有退路的地方，就可以激发斗志，就可以成功。这大错特错。这个想法2000年来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我会另用一个视频专门为大家讲讲背水一战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层逻辑。今天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没有退路并不会让你变强。刘邦遭遇了彭城惨败，急得跟张良说，谁能帮我报仇，我愿意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拿出来封赏给他们。这就是刘邦的气魄，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张良想了想说，大王的队伍里能够独当一面的只有韩信。韩信连灭魏、赵、燕、齐4国，连一向目中无人的项羽也坐不住了，于是派伍奢去游说韩信，让他叛汉联楚。伍奢对韩信说，你自以为和汉王刘邦是今世之交，是因为项王还在，他要利用你对付项王。如果项王被消灭，下一个就轮到你了。韩信不听他提项羽还好，一听项羽的名字，心里的怨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我在项王手下的时候，只让我做一个卫士，可是汉王却拜我做大将军，统帅数万大军，把他的衣服解下来给我穿，把他的食物推过来给我吃，对我是解衣推食，我才有了今天。我不能背叛他，拒绝了项羽的拉拢。如果项羽派伍奢来，不是空谈道理，而是直接封他为齐王，把齐国或更多的土地给韩信做封地，历史就会改写。可是项羽没有这么大的胸怀。伍奢走了，齐国人蒯通又来劝说韩信。蒯通说，你是略不世出的奇才，但是你功高震主，邪不赏之功，就是说功劳大到都没办法封赏了。项羽不会信任你，刘邦也会对你起防备之心，你千万不要觉得为汉王刘邦立下了大功劳，他就会感激你。蒯通继续说，你对汉王是肝胆相照，可怎奈何人心难测呀。现在对你来说，最好的归宿就是自立为王，和刘邦、项羽3分天下。韩信犹豫不决，他认为自己不能为了私利而背弃道义，就对蒯通说，我不可以相立背义，谢绝了蒯通。朋友们，伍奢和蒯通说的话，韩信听不明白吗？他听得明白，但他过不去自己那一关。他没有野心，他只想证明，当年从胯下爬出来的那个少年，如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不肯相立背义，不是不懂利弊，是放不下自己的人设。佛法里这叫我执，对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形象的执着。他能算准千军万马的进退，算不准一颗君王的猜忌心。这叫什么呢？能渡百万兵，难渡一念之。韩信需要刘邦继续认可他，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刘邦心里到底有多重，就想先试探一下，请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知道以后大怒，但是听了张良和陈平的提醒，意识到现在还需要利用韩信消灭项羽，还不到翻脸的时候。为了稳住韩信，就封他为真齐王。这边韩信的心满足了，可是那边刘邦在心里已经给他记上一笔了。汉王刘邦命令韩信率军攻打项羽，韩信立刻指挥40万汉军把10万楚军围在垓下，10面埋伏，4面楚歌，逼得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韩信帮助刘邦赢了天下，但他自己的危机也来了。对韩信心怀戒备的刘邦立刻夺了他的兵权，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韩信安蜀兵法，为
为刘邦建立大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汉一大半的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但是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军事家，离政治家差了一个天地。为了防止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之计，假借去云梦巡视，召见韩信，这就是伪游云梦。韩信不知是计，为了讨好刘邦，想把投奔自己的朋友钟离昧杀了，献给刘邦。钟离昧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刘邦一直想捉住他。钟离昧对韩信骂道：刘邦之所以还不动你，是因为你手里还有我这个筹码。我今天死了，你也要跟着灭亡。我看错人了，你这个人太不地道。然后拔剑自刎。韩信带着朋友的人头去见刘邦，没想到立刻被擒。后来刘邦赦免了他，把他贬为淮阴侯。韩信从齐王一路被贬成淮阴侯，比当年胯下之辱还难受。韩信心里那个憋屈啊，居肠泱泱，成天闷闷不乐。他见到同样是开国功臣的樊哙，樊哙跪着迎送他。可是韩信认为樊哙曾经是屠夫，出身太低贱，冷笑着说：想不到我韩信这辈子居然落到跟樊哙你这种人混一块了，这就是羞于快侮。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端着，这种傲慢叫我慢。佛法里贪、嗔、痴、慢、疑，慢就是其中之一。慢心越重的人，摔下来的时候越疼。刘邦想试探一下韩信，对自己是不是已经臣服，就故意问韩信：你看我能统帅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能统兵10万。刘邦反问：那你能带多少呢？韩信得意地说：我带兵多多益善。刘邦冷笑着问：你本事这么大，那你怎么被我管制着？看到下属对老板是一点也不服气，刘邦似乎听到他说：你能当老板，只是你运气好，我其实比你厉害。所以刘邦对他的戒备之心一直放不下。韩信的不服气写在脸上，也写在每一个成语里。他忍不了这口气，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当年蒯通把话说得那么透，可惜自己没听进去。现在被逼到墙角了，才明白人家说的句句是实话。他想争口气，再一次想证明自己不是软柿子，韩信就和陈豨串通谋反。但是消息泄露，吕后赶紧找萧何来商量了一番，先让人欺骗韩信，说高祖刘邦平息了陈豨叛乱回来了，群臣都来祝贺，让萧何亲自去对韩信说，这种时候你一定要打起精神进宫祝贺。韩信一看是萧何，没有怀疑，因为萧何是他的伯乐，没有萧何，自己当年就不可能成为大将军。一进宫，吕后就命令武士把韩信捆起来了。韩信仰天长叹，我好后悔没有听蒯通的计策。然后在长乐宫的钟氏被杀，还被夷灭了3族，这就是钟氏之祸。韩信这时候只有35岁。韩信和张良、萧何并称汉初3杰，人们普遍认为他是3个人里功劳第一，就是所谓的勋冠3杰。萧何是韩信的伯乐，同样还是萧何，他又和吕后一起设计把韩信杀掉了。后人感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他盖棺定论，说他伐功矜能，恃才傲物，居高自大，不知道收敛，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明朝万历年间，睿王朱常桧为汉中拜将台，韩信诗碑题写兵先神帅4字，是对韩信连100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总结。从此兵先神帅成为成语。韩信的一辈子，从胯下之辱到国士无双，从功高震主到中士之祸，35个成语串起来，就是他传奇又悲剧的35年人生。他的一生既让人赞叹，又让人叹息，赞叹他的才华，叹息他的结局。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韩信这一生的因果，其实从胯下之辱那天就种下了。他太想证明了，证明给屠夫看，证明给亭长看，证明给项羽看，证明给刘邦看。他证明了一辈子，从胯下爬到齐王，又从齐王跌到淮阴侯，最后死在长乐宫中时，他赢得了天下，输给了自己。他临死前说：无悔不用蒯通之计。人这一生，好像总有一些话，年轻时候听不进去，等真正撞了南墙，才突然明白，可那个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我是历史因果论，下一期我们专门拆解背水一战这个成语背后2000年里害死无数人的致命误解。你可以现在就点个关注，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韩信最后到底是死于吕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执念？